歡迎嚟到懸疑檔案。多倫多有一個叫做 Church and Wellesley 嘅地區，以濃厚嘅 LGBTQ 文化而聞名，係當地著名嘅同志社區，所以亦都被稱為同志村。呢度有好多酒吧同埋餐廳，亦都係每年多倫多同志遊行活動嘅舉辦地點，係一個非常受歡迎嘅社交同文化中心。2010年至2017年嘅呢7年期間，總共有8名男子相繼喺同志村失蹤。當警方揾到佢哋嘅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啦。2010年9月6號晚，40歲嘅 Skanda 離奇咁失咗蹤。Skanda 嚟自斯里蘭卡，佢喺90年代以難民嘅身份嚟到咗加拿大。佢喺呢度努力工作，並定時回錢返屋企，希望可以改善屋企人嘅生活。Skanda 嘅性格外向、熱情開朗，身邊亦都有好多朋友。佢幾乎每日都會同一個好朋友傳信息傾偈。9月嘅嗰個週末，Skanda 已經連續幾日冇回覆呢個朋友嘅信息啦。朋友好擔心，所以就去到咗 Skanda 嘅公寓度睇下，但係公寓入邊一個人都冇，只係留低咗一隻已經好幾日冇食過嘢嘅狗仔。於是佢馬上報警。經過調查之後，警方發現Skanda 當晚同一名男子一齊離開咗同志酒吧，不過佢哋一直都冇辦法確認呢名男子嘅身份，亦都完全冇 Skanda 嘅消息。2010年12月29號，亦即係 Skanda 失蹤嘅3個月之後，42歲嘅巴肖亦都喺同志村失咗蹤。巴肖係阿富汗移民，已婚並有2個仔女。案發當晚，巴肖同妻子講自己約咗一個朋友見面，會夜啲先返屋企。不過巴肖直到第2日都冇返屋企，所以妻子就報咗警。經過調查之後，警方發現巴肖當晚去咗一間同志酒吧，跟住又去咗一間同志桑拿，而呢一次亦都係巴肖最後一次出現喺大家面前啦。當妻子知道咗巴肖最後行蹤嘅時候，佢完全冇辦法接受丈夫嘅雙重生活，最後仲提交咗離婚申請。1個禮拜之後，警方喺同志桑拿附近嘅街道上揾到咗巴肖架車，但係入邊就冇任何有用嘅線索，而巴肖依然音訊全無。2012年10月14號，58歲嘅哈密亦都離奇咁喺同志村失咗蹤。哈密亦都係阿富汗移民，佢同妻子離婚之後就搬到咗同志村嘅一棟公寓。1個禮拜之後，佢個仔因為一直都冇辦法聯絡到爸爸，所以就選擇報警。警方嚟到咗哈密嘅公寓調查，但係就冇發現任何異常。事實上，因為3位失蹤者嘅文化背景相似，而同性戀喺佢哋嘅社群都係屬於禁忌課題，所以警方當時認為佢哋或者係因為呢個原因而選擇自願消失。之後，警方收到咗國際刑警嘅電話，呢個時候佢哋先至察覺到呢3單失蹤案好有可能係同一個食人癖嘅網站有關。國際刑警表示，佢哋收到咗一條嚟自瑞士嘅線報，線人同佢哋講，佢喺一個食人癖嘅網站度認識咗一個網名叫做 Chefmate50 嘅人。Chefmate50 同佢講，佢喺2009年或者係2010年嘅時候喺多倫多同志村綁架咗一個棕色人種嘅男人，之後再將佢殺死並食咗落肚。而呢位受害者好有可能就係喺2010年失蹤嘅 Skanda。唔單止係咁，Chefmate50 仲喺網站度分享自己嘅食人經驗，並詳細咁描述咗宰殺嘅步驟，同埋烹煮同保存嘅方法，內容非常恐怖。於是警方馬上成立咗一個專案小組，並展開咗代號 Project Houston 嘅行動，集中火力調查呢3單案。佢哋好快就確認咗 Chefmate50 嘅身份，佢叫做 James， 65歲，係一個居住喺 Peterborough 嘅退休人士，亦都係防止自殺熱線嘅義工。佢睇起嚟非常熱心於社區公益，亦都冇任何犯罪記錄。不過食人魔係冇樣睇㗎。警方花咗7個月嘅時間嚟到調查 James， 但係就一直都冇發現任何異常。有一次，佢哋趁住 James 同屋企人去到外地旅遊嘅時候，申請咗手令進入 James 嘅屋企度搜查，並 copy 咗佢電腦入邊嘅所有資料。警方喺電腦度發現咗好多 James 同其他人討論食人嘅對話記錄，仲揾到咗多段佢喺更衣室入邊偷拍青少年男子換衫同埋沖涼嘅影片。
但係就冇發現佢同3位失蹤者有關聯嘅證據。之後 James 就被帶到咗警局問話。喺審訊室 James 承認食人網站上嘅貼文都係佢寫㗎，不過一切都係佢幻想出嚟㗎。佢故意將內容寫得非常逼真，咁樣大家先至會相信佢。佢並冇食過人肉，更加冇殺過人。最終 James 被控多項偷窺同埋擁有兒童色情影片等罪名，獲刑15個月，緩刑3年。由於呢3單案一直都冇任何進展，所以警方喺2014年4月宣布正式終止 Project Houston， 並解散咗專案小組。2017年4月14號，44歲嘅 Salim 失咗蹤。Salim 嚟自土耳其，佢早期因為冇辦法適應喺加拿大嘅生活而開始濫藥，不過佢已經改過自新，經常都會去到社區中心度做義工，幫助其他人渡過難關。佢最近啱啱同丈夫離咗婚，所以情緒有啲低落。之後佢就喺同志村失咗蹤。2017年6月26號，49歲嘅 Andrew 喺參加完同志遊行之後就離奇失咗蹤。Andrew 係當地 LGBTQ 社群嘅名人，佢為人善良，好有責任感。佢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同時亦都為 LGBTQ 群體發聲。佢嘅朋友好幾日都冇辦法聯絡 Andrew，所以就即刻報咗警。與此同時，Andrew 嘅朋友亦都喺街道張貼尋人海報，當地社區嘅居民亦都自發展開咗搜索行動，希望可以盡快揾到 Andrew。另外，Andrew 嘅失蹤亦都令當地嘅同志社群感到人心惶惶，佢哋都擔心同志村入邊正隱藏住一個連環殺手，而佢哋隨時都有可能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喺媒體同埋社會嘅輿論壓力之下，警方成立咗 Project Prism 專案小組調查呢單案。之後，警方嚟到咗 Andrew 嘅屋企進行調查，並喺日曆度發現咗一條重要嘅線索。Andrew 喺6月26號嘅呢一日寫低咗下晝3點 Bruce， 相信呢個 Bruce 就係最後一個見到 Andrew 嘅人。於是警方即刻 check 咗閉路電視，發現 Andrew 喺當日下晝3點坐上咗一架紅色嘅 MPV 離開。雖然閉路電視冇影到車牌號碼，不過佢哋認出咗呢架車係2004年出產嘅特別紀念款。警方喺6000幾位擁有呢款 MPV 嘅車主度揾到咗5個 Bruce， 而其中一個叫做 Bruce McCarter 嘅車主好快就吸引咗警方嘅注意。Bruce 生於1951年，佢喺青少年時期就確認咗自己係同性戀。不過喺嗰個民風相對保守嘅年代，佢並唔敢俾其他人知道呢個秘密。佢喺23歲嗰年同高中同學 Janice 結咗婚，並誕下咗2個仔女。直到90年代，Bruce 先至鼓起勇氣向妻子出櫃。之後佢哋離咗婚，而 Bruce 就搬到咗多倫多生活。跟住 Bruce 就成為咗一位園藝設計師，並開設咗自己嘅園藝公司。每逢聖誕節，佢都會去到商場兼職扮演聖誕老人，同小朋友影相。2001年，Bruce 喺同志村嘅一棟公寓度用一支鐵棍打傷咗一名男子，之後男子成功逃脫，並打咗911報警電話。冇幾耐之後 ，Bruce 去到警局自首，承認自己打傷咗人，但係佢唔知道自己點解會打人。佢表示佢有服用抗抑鬱藥嘅習慣，加上佢喺事前曾經服食咗春藥，或者係因為藥物嘅副作用，先至會導致佢突然暴怒打人。2003年，法庭宣判 Bruce 因為持械傷人而需要居家服刑1年，緩刑3年。作為緩刑條件， Bruce 必須提供 DNA 樣本俾警方輸入數據庫做記錄，10年之內唔可以擁有任何槍械，同埋唔可以喺緩刑期間進入同志村。2016年6月，一名男子打咗911報警電話，指控 Bruce 喺車尾箱度捏住佢條頸，導致佢爭啲窒息。同15年前一樣， Bruce 去到咗警局自首，並表示係嗰名男子希望 Bruce 可以喺親熱嘅時候用手捏住佢條頸，增加快感，但係佢自己就突然精神緊張，然後就報咗警。一切都只係誤會。最後警方相信咗 Bruce 嘅講法，所以並冇對佢作出任何起訴。巧合嘅係 Bruce 喺2013年嘅時候曾經被 Project Houston 專案小組嘅警員問過話，當時 Bruce 嘅態度合作，佢表示
自己透過朋友認識咗 Skandar， 亦都承認自己曾經同哈密約會過。不過當時 Bruce 係以證人嘅身份協助調查，而警方亦都從來冇將佢列為嫌疑人。直到而家，警方先至驚覺佢哋當年可能犯下咗致命嘅失誤。於是專案小組即刻對 Bruce 展開咗調查，並打算搜查 Bruce 架 MPV。不過當搜查令批落嚟嘅時候， Bruce 架車已經唔見咗。最後佢哋喺一間廢車場度揾到咗 Bruce 架 MPV， 並喺入邊發現咗 Andrew 嘅血跡。之後佢哋對 Bruce 展開咗24小時嘅監視行動。有一日，佢哋趁住 Bruce 出門工作嘅空檔，進入咗佢嘅公寓。由於時間嘅關係，佢哋只能夠 copy Bruce 電腦嘅部分資料。警方喺電腦度發現咗 Salim 嘅相，佢嘅身上披住皮草，條頸被繩纏住，已經冇咗生命跡象。旁邊仲放住一支鐵棍，相信係用嚟拉實條頸嘅繩，令佢窒息死亡。呢個時候，監視小組發現 Bruce 帶咗一個年輕男子返到自己嘅公寓，佢哋擔心呢名男子會成為 Bruce 嘅下一個受害者，所以就即刻進入公寓逮捕咗 Bruce。當時嗰名男子已經被綁咗喺床上，好彩嘅係佢並冇受傷。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喺 Bruce 架車度發現咗同相入邊一樣嘅皮草同埋鐵棍。喺審訊室， Bruce 對警方嘅提問十問九唔應。佢唔願意交代作案過程同埋動機，亦都唔願意交代受害者嘅遺體到底喺邊度。由於 Bruce 係一位園藝設計師，所以警方就帶咗尋屍犬嚟到咗 Bruce 平時用嚟儲存工具間屋碰下運氣。果然不出所料，尋屍犬對後院嘅5個大花盆做出咗反應。警方即刻進行挖掘，並喺入邊揾到咗8名死者嘅殘骸。經過檢測之後，法醫證實咗死者嘅身份，其中5個死者就係前邊提到嘅5個失蹤者，而另外3名死者分別係 Soroush、Kirushna 同埋 Dean。嚟自伊朗嘅 Soroush 喺2015年8月15號被妻子通報失蹤， Kirushna 喺2016年1月失蹤。不過因為佢嘅難民申請被拒絕，所以佢嘅親友都以為佢係為咗唔想被遣返返去斯里蘭卡而自己匿埋咗，亦都自然冇報警。Dean 係一個流浪漢，佢有時會直接瞓喺條街度，有時就會瞓喺唔同嘅庇護所。2016年4月，Dean 離開庇護所之後就消失咗，但係亦都冇人因為咁而報警。另一方面，警方喺收復咗 Bruce 電腦硬碟嘅所有資料之後，發現咗8個以死者個名嚟到命名嘅 folder， 入邊都係8名死者遇害後嘅相。Bruce 幫佢哋披上皮草，仲將佢哋擺成唔同嘅姿勢嚟到影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2019年1月29號，Bruce 喺庭上承認咗8項1級謀殺嘅控罪，最終被判8個無期徒刑，25年內不得假釋。案件塵埃落定之後，民眾紛紛質疑警方喺調查呢幾單失蹤案嘅態度，認為佢哋因為種族歧視、恐同同埋對社會邊緣人漠不關心，而令真兇逍遙法外咗咁多年。為咗平息民憤，警方亦都立即展開咗內部調查。2021年，獨立審查委員會公布咗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即使有多位警員喺案件中嘅努力同付出值得被表揚，但係某啲警員嘅辦案手法亦都確實出現咗嚴重嘅系統性缺陷，包括冇喺第一次向 Bruce 問話嘅時候對佢進行犯罪背景調查，導致警方錯失咗提早將佢辨認為兇手嘅機會。不過最後並冇任何警員因為咁而受到處分。